我额外提个东西叫少子化哦，对不对？又来了哦。最近那个 PTT 房地产版之前才战过一轮，又是少子化哦。这个大概每2-3个月会被拿出来战一次。我未看先猜啊，这个再继续演化下去哦，就会变成每个礼拜都在战一次少子化。好，少子化的趋势哦，有一个很鲜明的现象，各国都一样，这个叫做极端的都市化。这个你也不能不同意啊，你看日本就知道啊，不是这样吗？极端的都市化。乡下地方送房子都没有人要，因为你要去修缮，你要干嘛？没有机能啊。东京黄金地段的塔楼，就大楼啊，他们叫塔楼哈，还在创新高价，就这样啊。日本都表演给我们看啊，银行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哦，银行玩钱的生意耶，这怎么可能不知道？所以回归蛋黄资产，那你可以怎样？你蛋黄区哦，蛋黄区的资产，你可以同时吃到银行的 buff， 对不对？银行盖章给你过了哦。少子化的 buff 啊，就是往那个都心绝对的集中，再来是财富集中的 buff 啊，这些人都在都市里生活，钱当然都在这边流转啊，这样才会怎样？才会很难输，这样你才会胜率高。有钱人买房子会先问什么？揭露高资产族群的购物思维哦。先说结论，有钱人买房子会最在意的是贷款成数，如果不好贷的房子他就不会买哦。那即使他自己没有要贷那么高，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哦，高雄的观光人数全台第一，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哦，有钱人买房子最在意什么？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有钱人买房最在意什么？不是地段生活机能，首重一关键才是真正的赚钱密码。那内容我大概讲一下，根据中国信托最新发表的2025台湾高资产客群财富报告，这个定义要先讲一下哦。这个高资产客群哦，是可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新台币以上之客群。然后不动产这有特别强调，自住的不算，自产或投资的要扣除银行贷款的部分。所以那种贷款买了3000万房子的，他就不会被归在高资产的族群这边哦，也就是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就真的是闲钱哦，闲钱就有100万美金、3000万新台币，这种叫高资产族群哦。那我们继续讲，他说台湾的高资产族群预估即将要达成81.6万人，我靠哦，那你看台湾真的是有钱人的密度真的很高，有钱人真的很多啊。然后网络温度计，那透过舆情分析软体整理了高收入族群的，这是高收入哦，它不是刚刚那个财富阶级哦，高收入哦。那买房的10大关键思维，来，我们直接来看这张表。那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简单念一下，直接从第1念到第10哦。第1名贷款条件，第2名区段生活机能，第3楼层与视野，第4空间格局及设计。第5保值与增值潜力，公社与社区环境，建商品牌与口碑，建材与工艺，节税效益，安全性住户组成，就这样哦。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有钱人哦最重视的还是贷款，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些有钱人可以不贷款呢？对啊，他身上闲钱3000万呢。那刚才他讲的可动用资金在3000万新台币以上，如果他拿1000万现金来高雄买，很好买呢。那他看贷款要干嘛？那他们还是在计较那个贷款的额度哦。我的判断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哦更重视，我说高资产族群哦，比我们都更厉害，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就像是说我们之前有聊过郭台铭为什么很晚才去买房子嘛，因为他把手上的钱拿去开工厂哦，比拿去买房自产对于他来说使用这笔钱的效率还更高嘛。对啊，因为他是郭台铭的哦，叫我拿钱去做生意我来赶哦。那因为他开工厂哦，他做生意他可以赚很多的钱，远高于房地产的增值，所以他去这么做。对他来说，这个才是钱的正确使用方式。同理啊，这些高资产的族群哦，才会比起地段更在意的是什么？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就是银行贷款能贷几成这样。因为他可以拿越少出来的钱哦，他就可以保留更多的钱留在手上运用，这是一点哦。那同理也是说，因为他可以来确保他下一手的贷款是顺利的，到时候好脱手哦，他增值也快，然后脱手也 OK 这样。你应该有看到一些新闻或是网友在分享说，他现在去申请房贷，然后房地产的那个利率变高很多嘛，所以他就很犹豫要不要申请这样。我跟你讲，如果你是自住哦，
或是你是自产，然后对这个房子很有信心的话，你给它申请下去没关系，因为利率高这件事情它是可逆的，你未来还有机会透过转贷怎样的让它变低。如果我们台湾的那个利率环境整体下调的时候，那就换到另一间嘛，是可以的。但是你错过这间房子，好不容易你也觉得 OK， 然后你另一半居然也 OK 的情况之下，你错过没了就是没了就这样。而且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几项高资产族群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房贷的利率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高资产高收入的族群最不在意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张表的第7点，建商的品质口碑。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一提到这些高收入的族群，他们明明就最有能力去挑好的建商，对不对？但他反而不太在意增值的空间还排名比较前面增值空间。那这个又很奇怪这个又跟很多网友的看法不一样，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买方都是这样，他挑建商，他挑品牌就是你盖出来的房子其实是有品牌，就是那个建商的品牌我住国泰盖的房子走路有风，像这样子的东西你住某某建商会漏水那有没的，很容易会发生这种比较的现象。当然我们都做中古屋了，我们没差，我们看那么多中古屋，那建商早就倒了所以我们是没差但是年轻人在挑新房子的时候，确实建商的品牌会被列入考量。品牌效应在高雄我个人觉得还好，在台中可以说是比较很明显很鲜明的严重，就这样。那很多关于建商那网友很多看法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瓜都有自己的八卦可以看，你可以自己 Google 叫八不推的建商那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好，我们还是讲原来的题目，就是建商是谁，真的还好真的没有很重要那现在还能够活下来持续推案一样正常交屋的建商都不会太差，都不是太鸟的建商。所以你看到一间房子你有喜欢的话，你喜欢你就买。中古的话当然就是看，回到你就不看建商了，因为那个建商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中古的话就是看，完全就看银行的态度，银行敢不敢贷高。这个我八卦的时候我好好讲，不用太在意中古了你有中古你那个房子已经10年20年以上，该有问题的地方应该都早就原形毕露了，然后都被前屋主处理过一次了像我们会整理房子，我们拿到也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真的是还好。然后你自己看，我呢再复习一下这个高收入购屋主最在意的10大重点。第一个叫贷款条件对不对？然后建商的品牌跟口碑是第7名然后楼层与视野反而是第3名。楼层与视野这个不能吃的东西反而是在大家的这个评选里头还比较厉害。然后第9名节税效这张表我真的要去探讨，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去挖掘。但我要表达的是，你说建商品牌跟口碑真的还好，这个房子还是那个地段，然后它的增值性猛不猛，它在银行眼中长什么样子，有没有那个战斗力，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
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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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贷款条件的好坏，你换个角度看，它是不是等于银行眼中你这间房子的战斗力啊？对不对就这样啊银行这间房子这种20年屋龄、25年屋龄、30年，他敢贷你8成就这样啊那表示银行都帮你做完功课啦他敢放啊。有钱人高资产族像玩钱长大的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银行在现代的金融环境的重要性？就是要看银行的态度，他们很会看，很厉害。那贷款条件好的房子，就是那种首购就可以贷8成，那就是什么？就是银行眼中的好房子就这样等于银行都帮你评估完了，做完功课了，他敢放他才敢放。你看看现在首购政府的压力，人家首购银行要放他8成8成这个比首购本人要出的钱还要多4倍对不对即使是第二屋，银行也要出到5成银行是这么保守的机构，他都这么敢贷，他出的钱比你还多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你叫做屋主，反正银行有盖章就是高成数的贷款都盖得过，那基本上是不用太担心，因为真的赔起来他会赔你比你还多，就这样那你再去做就可以了。我现在讲说，这我的讲法当然现在还是有市场中还是有不少的从化区勇士那房地产就是这样嘛这个百花齐放千万个流派，大家都赚钱所以说大家讲的都有道理。那我就是重大建设这个流派。那我额外提个东西叫少子化对不对？又来了最近那个 PTT 房地产版之前才站过一轮，又是少子化这个大概每2-3个月会被拿出来站一次。我未看先猜这个再继续演化下去就会变成每个礼拜都在站一次少子化少子化的趋势有一个很鲜明的现象，各国都一样，这个叫做极端的都市化，这个你也不能不同意你看日本就知道不是这样吗？极端的都市化，乡下地方送房子都没有人要，因为你要去修缮，你要干嘛？没有机能东京黄金地段的塔楼，就大楼他们叫塔楼还在创新高价，就这样日本都表演给我们看银行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银行玩钱的生意这怎么可能不知道？所以回归蛋黄自产，那你可以怎样？你蛋黄区蛋黄区的资产，你可以同时吃到银行的 buff， 对不对？银行盖章给你过了少子化的 buff 就是往那个都心绝对的集中，再来是财富集中的 buff 这些人都在都市里生活，钱当然都在这边流转这样才会怎样？才会很难输，这样你才会胜率高。那我最喜欢的就是蛋黄区中的中古屋，最好屋况有问题，跟废墟一样。其实这种房才不好找，你知道？现在大家要卖房子，还知道要去整理整理，你顶多看到的叫做肮脏不干净。我真的比较少看到那个屋况真的是问题很巨大的那种。之后会员影片会拍我真的故意去找一个就是人家俗称的废墟不然就是只差一步就是废墟然后去分析给你看蛋黄区中的中古屋然后就是因为
很久没有人整理，它变成废墟，这种东西很难输啊，胜率很高啦。那一旦你自产这个东西，银行要帮你出80%哦。如果你是首购啊，然后你是二屋的话，银行帮你出50%。那通常这种东西又是低总价，对不对？低总价很适合二屋、三屋的自产，这样你才有机会这样变成那高资产族群叫81.6万人中的其中一人，就是你不止现在就趴着相当于100万美金3000多万的新台币，成为这种人对啊，爽不爽？非常的爽嘛。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就是了？那来，你来，这个位置换你坐，换你来拍。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